作为悬疑烧脑片的牌面，《盗梦空间》经常被形容成看一遍看不懂，看几遍也蒙圈，听解说也听不明白的烧脑神片。片中有2个问题一直争论不休。第一个问题是，电影中一共有几层世界？片面认为，包括现实世界在内，从上到下一共有5层世界。首先自然是现实世界，无需赘述。第1层梦境通过正常睡眠就能进入，第2层梦境需要普通镇静剂的作用下才能进入。这2层梦境不管是死亡或者 kick 都能脱离，但是一旦使用了强效镇静剂，就只能通过多重梦境同时 kick 的方式脱离到第1层梦境，而且使用了强效镇静剂就能进入更深入的第3层，同样也只能通过多重 kick 的方式脱离。同时在使用强效镇静剂的状态下，不管是在哪一层梦境，只要死亡就会进入迷失域，而想到迷失域里逃离，普通 kick 是不管用的，只能通过死亡的方式直接回到现实世界。自从是因为昏迷之后进入了迷失域，第3层的他还活着，所以通过电击和 kick 的方式可以回到第3层，而小五郎是死进迷失域的，所以只能通过自杀直接回到现实世界。当然，更多的解读是电影里一共有6层世界，也就是在第3层梦境之下还有第4层梦境，第4层梦境向下才是迷失域。之所以有这样的解读，我认为有2个原因。一个是小白提到和阿梅一起困在梦境里50年，但在回忆中看他们在迷失域中自杀回到现实的时候，2个人还是年轻的模样。再结合小五郎在迷失域里会老的事实，很多人误以为小白和阿梅是在第4层梦境中活了50年，老死之后才进入的迷失域。但实际上，小白在提到自己和妻子卧轨的时候是跟佩佩说的，所以画面有可能是佩佩想象出来的。佩佩当时不知道在迷失域会变老，所以理所当然的认为小白和阿梅是以年轻时的形象卧轨的。但在后来小白的回忆里，2人在迷失域里白头到老，最后在铁轨上握紧的双手也是苍老的。由此可见，他们就是在迷失域里度过了50年，根本就没有第4层梦境。另一个是小白最后被冲上沙滩进入迷失域，很多人认为他之前所在的不是迷失域，而是在第4层梦境。小白被阿梅捅了一刀，伤重不治，结果死了，然后就进入了迷失域。但实际上小白是死在第1层梦境，汽车漏水后，小白意识没回到第1层梦境，所以溺死在了水下。看小五郎的遭遇就知道，死亡在梦境中是同步传导的。小白本来是带着记忆主动进入迷失域，第1层的他死掉之后就失去记忆，从海滩上重新进入迷失域，忘了自己是在现实还是在梦里。其实剧中也有台词暗示了第3层梦境以下就是迷失域。小五郎和思聪一样，都是昏迷之后来到了这里，后来昏迷一段时间死亡了，小五郎才进入了迷失域。所以接下来上官方的实锤，在《盗梦空间》的幕后制作特辑里公布了导演诺兰的手稿，可以清楚的看到，在导演的设想中，包括现实世界在内，只有5层世界，第3层梦境以下就是迷失域。第2个争议比较大的问题是，最后那个陀螺到底有没有停下来？也就是说，小白到底有没有回到现实？片尾给出的好像是一个开放式结局，但其实有很多证据表明，小白最后回到了现实世界。第一个证据，在整部电影中，只要小白在梦里的时候，他的手上必定戴着一个婚戒，但回到老婆已经去世的现实时，他的手上是没有戒指的。大家可以重看一遍电影，没有一次是例外。最后在见到垂垂老矣的小五郎时，手上是戴着戒指的，但他从飞机上醒来之后，手上又是没有戒指的，这就表明他回到了现实。你甚至可以这样理解，戒指或许才是小白的图腾。第2个证据，小白被诬陷杀妻后在国外逃亡了2年，如果最后还是在梦中，那俩孩子应该一直是2年前的样子，但结局转过头奔向小白的俩孩子，明显能看出来比之前长大了2岁。另外，如果你留心演员表的话，会发现饰演小白儿女的都有2个演员，年龄相差了刚好2岁。如果眼睛再尖一点的话，你会发现最小的那个演员就姓诺兰，没错，他就是诺兰的亲儿子。在梦中，小白从来没有看到过孩子们的脸，最后却看到了，也能说明小白回到了现实。而最有力的证据其实是这个，扮演小白岳父的演员迈克尔·凯恩在一次活动现场说漏嘴了。So get that. If I'm in it, it's reality. If I'm not in it, it's a dream. 最后是岳父把小白带回了家，这也说明小白确实是回到了现实。聊完这2个最具争议的问题，咱们再来聊聊梦主。尽管佩佩是盗梦师，但是前3层梦境的梦主却另有其人。第1层的梦主是印度人，第2层的梦主是小囧，第3层的梦主是老汤。除了盗梦师，梦主也是有能力改变梦境的。比如说印度人，因为喝多了香槟尿急，所以他的梦里面就开始下雨。小囧在第2层梦境里能够让楼梯变形，用来对付潜意识守卫。老汤也在第3层里创造了一条通风管道，抄了近路。还有一点是，由于是梦境的所有者，梦主是没办法进入下一层梦境的，所以他们都留在了那一层，准备 kick 大家，所以也不用担心思聪在现实世界中发现他们。另外，就算记得一些慢点，思聪也会认为，就是因为在飞机头等舱遇到了这几个人，所以刚好10招以后就梦到了他们。说到《盗梦空间》，不得不提的一个话题就是，它到底有没有抄袭金敏的红辣椒？金敏的红辣椒说的是，人们发明了 DC Mini， 通过它可以反应和进入人的梦境，医生们通过它来帮助治疗精神疾病，但微型 DC 失窃，研究人员受到梦境入侵，女主只能化身盗梦侦探红辣椒去梦中寻找真相。就角色人设、剧情走向和主要情节来看，2部作品看上去其实没有什么共同点，主要像的是入梦的设定。但是如果从梦境入侵和梦中梦的设定来说，1983年的美国电影《魔域煞星》比他们更早，甚至在哆啦 A 梦做梦枕头那一集里都用过3重梦境的设定。放到文学作品里，这些个概念就更加稀松平常了。不仅科幻小说里多的是，就连郑渊洁的童话第3180号专利都有着相似的设定。更别提梦这个概念是人类从古痴迷到今的概念，所以从设定上来界定抄没抄袭，根本就是耍流氓。那到底细节方面有没有抄袭呢？偏偏就放2个被诟病最多的地方。
首先是用手触碰镜子，镜子破碎的镜头。不过《盗梦空间》里镜子碎了以后只是改变梦境，而红辣椒则是进入了另一个梦境。再就是电梯不同楼层对应不同梦境的设定，以及阻止按电梯按钮的分镜，到底是抄袭还是英雄所见略同的巧合？大家可以多看几遍两部电影，然后自行判断，我就不引战了。个人认为，比起红辣椒那种天马行空、诡异到让人颤栗的想象力来说，《盗梦空间》更突出的是精巧而完备的逻辑和那种真假难辨的悬疑氛围。本期边缘悬疑社推荐作品《盗梦空间》，创意指数9.5，逻辑指数10，下尿指数8.0，反转指数9.5，烧脑指数9.5，豆瓣评分9.3分，Alex BB 评分8.7分，偏偏给出的悬疑惊叹值9.4分，必看神作。偏偏悬疑社是越做越长，做这一期比过去的4期还费劲。今天的《盗梦空间》就讲到这里，觉得偏偏说的还凑合的，别忘了点赞、转发、收藏，一键3连。真的，我都恨不得到你们梦里给你们植入意念了。你看偏偏悬疑社播放量这个惨啊，难道你们都不会心痛的吗？拜了个拜。